大家好，我是秉言直玄，一位来自东方的命理师。今天我要聊的这个人，如果仅仅用巨星来形容他，那显得太苍白了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，他是一个经济体，是行走的 GDP，它能引发地震，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地震。他拥有数以亿计的死忠粉，他是无数人的精神图腾。没错，他就是泰勒·斯威夫特。粉丝们宠爱的称他为美美，或者怜惜的叫他美美，也就是 Bad Luck。作为命理师，我研究过无数名人的八字。但是，当我排开泰勒·斯威夫特的命盘时，我感到一种久违的震撼。这不是一个凡人的八字，这就仿佛是上帝亲自手写的一个剧本，精密、宏大，而且不可复制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他能红那么久？为什么全网黑他，他反而变得更强？今天，我将用东方传承千年的四柱八字命理法，带你拆解这个千万里挑一的顶级规格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天命所归。第一章，暗夜烛火与天降烈阳，生逢其时的奇迹。首先，我们找出泰勒·斯威夫特的出生年月日，他是1989年12月13日，生太阳时间早上的5点19分。转化成八字就是坤燥、乙巳年、丙子月、丁未日、癸卯时。美美的日元是丁火。古书《滴天髓》有云：“丁火柔中，内性昭容。”在东方玄学中，丁火它不是太阳，它是烛光，它是星光。星光丁火生在天微亮的凌晨，也就是卯时，正是分逢其时，注定了有所作为。美美的日元是丁火。但是它生在子月，我们知道子月是大雪之后，这是冬天最冷的时候，这朵丁火小火苗太弱了，它早该瑟瑟发抖，随时熄灭，对不对？错，奇迹在这里发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月干，这里有个丙火，这是上天送给它的第一份大礼，这就是命理学中著名的东丁西丙，调和为吉。在最冷的冬天，太阳丙火高高挂起，这个丙火它照亮了丁火，就像一轮冬日暖阳，它驱散了这个子水的严寒，温暖了全局。这也代表他天生就自带聚光灯，意味着美美她天生就是主角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她都自带光环，温暖璀璨，无法被忽视。这注定了她一生都活在公众的视野中心。她需要热度，哪怕是争议的热度。第二章，木火通明，天造地设。光有这个丙丁火还不够，要让这把火猛烈的燃烧起来，烧遍全球，需要什么？需要燃料，也就是木柴。我们看一下地支，这里有个未土，未土它是燥土，内藏乙木，未土它是木质库。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木材的仓库，就是一片宝藏的森林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卯木，它的本气是乙木，这是纯粹的木质精华。这个卯未暗合木局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暂时封藏的宝藏，就等待被开启的那一天。我们再打开隐藏的三元，这个三元中这有2个炉中火，还有一个大陵木，天上有太阳丙丁，地上有这个火炉，而这个库里有木材，这简直就是木火通明的顶级的完美的配置。这就注定了美美它的能量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第三章，驯服恶龙、三怒化杀的顶级做工。如果只有光和热，美美她顶多是个快乐的富家女，成不了统治级的女皇，一个时代的传奇。我们知道，每一个传奇英雄，他都需要一个终极的大反派作为他的战利品、垫脚石和登天之梯。在泰勒的八字里面，这个大反派就是月令的子水。此局月令子水，它是七杀，这个子水的本气是癸水。我们知道，癸水它是10天干中最阴柔之物，它代表极度的刺骨的寒冷，无处不在的恶意。它也代表巨大的压力，以及无数想要毁掉它的人。这个子水，它的月令，它不仅具有统治级别的力量，而且它还紧贴日支未土，它就是在美美的身边，死死地盯着她，时时刻刻伤害着她的本体、心灵和感情。这就是令人惊奇的子未相穿，这是老鼠与羊的互相伤害。普通人遇到这样的贴身凶猛的七杀，早就崩溃了。但是美美没有倒下，因为美美有3大绝招，将这头恶龙彻底的驯服，反成了自己的坐骑和女王的权杖。美美的第一招，才华的反击。我们来看年干的己土，它是食神。它代表美美的才华，这个己土在年干高透，直接压制子水，这就是大家看到的，你骂我，我就把你写进歌里去拿格莱美。他用才华正面硬刚所有的非议，这就是命理学中一大贵格，食神之杀。第二招，粉丝的护卫，这是最精彩的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年支的这个巳火，它是劫财，它在年柱，这就代表远处的全球的粉丝。巳火它与子水形成了一个子巳暗合，这个暗合的中间有戊土和癸水的戊癸合化火，这就意味着虽然外界有黑粉，但是全球更有1万死忠粉，也就是巳火在支持我们命主。这些支持的力量把黑粉的恶意，也就是这个子水全部转化为它的人气，也就是戊癸合化火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每每它越黑越红，就是这个原理。这就形成了我们命理学中另一个贵格，比劫扛杀，或者叫阳刃架杀。第三招，温柔的转化，硬性化杀。我们来看这个卯木，它是偏硬，虽然卯木与这个子水有一个子卯刑，也就是无理之刑，这是互相看不顺眼、相爱相杀的意味。这个子水虽然不情愿，但是他必须遵从五行能量转化的规律，最终还是要去跟这个卯木，这就叫做化杀生生。那些杀不死他的痛苦，也就是子水，
被他用这个卯木代表的智慧和坚韧全部变成了他的养分。而现实中，这个卯木可以取向为版权、资产以及艺术作品，这就是我们命理学中的无上的顶级贵格，印星化杀，或者称化杀生生。所以我们得出结论：正面硬刚、粉丝护体、转化吸收这三路大军，把一个凶狠的七杀子水彻底的变成了他的养分。三者有其一已经是富贵之名，而每每他三者具备，目标明确，做工清晰，这就是举世罕见的顶级贵格八字。第4章最后的拼图：癸水与大运。还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，我们注意到这个石干还有个癸水七杀，有人说它没用，不，它是战利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癸水，它位于石柱，我们知道石柱不代表命主的最终的收获和成就，癸水之根在月令七杀，它正是子水七杀被驯服后的战利品，它是魔龙之心，是猛兽之环。而这个癸水透在石干，它会去生落下的卯木，这就代表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成了实质性的权柄、名声和巨大的商业版图，被他牢牢地掌握在手心。倘若没有这个癸水，之前的3路扛杀的收获就会大打折扣。通过前面的分析，美美的八字，它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八字组合。有了完美的八字，还需要一个完美的大运，就好像有一辆顶级的跑车，也需要一个宽敞、平坦、笔直的道路。而我们知道，美美她是2006年出道，此年正好是2007年交运之年，又逢丙戌火流年助身，对运发力，祝她开始起飞。从2007年开始，整整30年，大运一路都是寅卯辰，这是东方木运。大家知道，在五行中，美美最喜欢什么吗？就是木。美美特别喜欢养猫，猫在五行中就代表寅，也就是寅木。大运就给她送来了30年的森林，这简直就是量身定做，每一步大运都踩在了她命局的爆发点上。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莫过于此。第5章财富定级与结论。各位看到这里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这是一个八字结构严密、五行各司其职、大运完美配合的本级命造。它的8个字没有一个浪费，没有一个捣乱，所有的凶都化为了吉，所有的痛都变成了钱，所有的黑都变成了红，没有天命所归这个字可以形容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来给美美定下财富等级。在未来10年，也就是辰运幕库打开的时候，我认为她的商业帝国将不仅仅局限于音乐，她现在的身价已经是几十亿美元。在命理的维度看，这只是开始。在30年好大运的加持下，配合紫薇川这种暴力的敛财方式，他的财富量级有望冲击200到500亿美元，甚至更高的层级。这不仅是巨星，这简直就是商业女皇。但是天道是公平的，也是残酷的。上帝给了美美无与伦比的事业和财富，一定也会拿走另一样东西作为交换。这个被驯服的子水真的会永远听话吗？他的本性毕竟是七杀，他天然就是要克制这个日元丁火。那把燃烧过旺的午火会在哪一年引爆？特别是2026年、05年，我听到了危险的脚步声慢慢逼近，那是关于伤害、分离、背叛和血色浪漫的故事。下一期视频，我将揭开这个完美八字背后最致命的隐患。如果你想知道美美是否能够度过2026年赤马红羊之劫，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后续视频将在1周后上传，敬请期待。我是秉言直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以火之言，照明之玄。视频篇幅有限，一些观点无法尽述，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秉言直玄，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、情感困惑、健康生活、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，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。全网同号秉言直玄，谢谢大家。